这是奥特系列中最具情怀的特摄剧场版，它不仅弥补了各个昭和奥特曼中最大的遗憾，而且还给平成三杰设计了更好的结局。当初年少时激动于8位奥特曼的同时登场，直至现在在重刷此片时，才明白这部电影所带来的情怀以及主题理念，早已超出了剧情本身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没有奥特曼的平行世界，还是童年的大谷飞鸟我梦平成三少，跟我们儿时一样，在电视机前守候着奥特曼的开播，而日历上的时间正是初代奥特曼的首播时间。也从这一天开始，我们的童年便有了对于奥特曼的憧憬。夕阳西下，三人遇到了一位白衣少女，眺望着天空中的奥特之星，在白衣少女的见证下，大家许下了童年的第一个梦想。殊不知，此时三人命运的齿轮也慢慢开始转动。时间飞逝，大谷早已长大成人，儿时的梦想也渐渐淡忘。如今的他成为了一名导游，跟随他的视角，我们遇到了初代的人间体早田进。在这个平行世界中，他与名字队员成为了夫妻，而且他们的女儿便是大谷的未婚妻丽娜。随后又遇到了赛文的人间体诛星团，他也与安奴一起开了家餐馆。接着又遇到杰克的人间体香秀树，他和秋子经营着一家汽车修理厂。最后遇到了艾斯人间体北斗星司，他和南希子一起经营着一家面包店。这4位昭和老奥纷纷在这个平行世界中弥补了自己对于心爱之人的遗憾。我们回到剧情，大谷刚到公司，便和其他同事一样，被天空中出现的海市蜃楼所吸引。眼尖的小伙伴是否看见了大谷的同时，正是我们的宗方指挥。市民纷纷遥望着这海市蜃楼，似乎好像末日将至。而此时大谷也陷入到梦境当中，在废墟之中，大谷看见了8位奥特战士。不仅如此，大谷看到梦比优斯被屏障困于空中，随后4位叔叔纷纷变成奥特曼。大谷也终于被梦境惊醒。随着海市蜃楼的消失，城市再次恢复了平静。大谷约上飞鸟我梦来到诛星团的餐厅，随后便将自己梦境中看到的情景告诉了两人。飞鸟与我梦也是一笑了之，但大谷还是觉得自己和那个电视上从未见过的奥特曼很熟悉。而就在第二天，飞鸟和我梦也梦到了自己变身成了奥特曼。ダイナだったかな。アスカもいた。じゃあガムも。僕はガイアっていうウルトラマンになった。而大谷也认为可能在另一个平行世界，就像4位叔叔一样，飞鸟和我梦也是奥特曼。但在两人的玩笑之下，大谷也认为可能是自己想多了。这天，大谷3人和4位叔叔一同去参加舞会。正当众人走在路上之时，躲在暗处的暗黑银法师生成一股紫色旋风席卷而去，卡车瞬间失去控制，眼看就要酿成大祸。北斗一个箭步跳上卡车，控制住卡车速度。诛星团也在瞬间推走婴儿车，而早田进和香秀树也在毫秒间救走了小孩。看着眼前不可置信的一幕，3人纷纷惊掉了下巴，而大谷也更加确信那个梦境是真的。而就在这天，正在做向导的大谷再次陷入幻境当中，身后突然出现了海兽哥斯拉王。面对如此真实的怪兽，大谷一时分不清是真是假，但此时身后突然降临一位奥特曼梦比优斯。看着眼前奥特曼与怪兽的对战，大谷终于相信这并不是梦境，而是真实发生的。可哪知海兽哥斯拉王的实力异常凶猛，梦比优斯吃到电击后被死死压制。此时大谷回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奥特曼特摄剧，海兽哥斯拉王的弱点就是背弃，随后冲上前将这一信息告知梦比优斯。梦比优斯得知后便摆脱束缚，随后一个翻身来到怪兽身后，一个箭步将其背弃成功，随后便发射光线解决掉了海兽哥斯拉王。而此时梦比优斯化为人间体也逼犯未来，感谢大谷的帮助。说话间大谷也回到了现实，但当大谷还是以为这是一场梦之时，突然发现眼前的未来早已被小孩围作一团。惊讶的大谷立刻推掉了工作，随后便将未来带离了此地。在一番交谈下，大谷也终于明白自己刚才是被卷入到了未来的平行世界中，而战斗结束后未来也被卷入到大谷的世界中。此时未来也突然想起此前遇到一位白衣少女。はい。不思議な少女だ。僕に言います。世界をウルトラマンのついに勇者を目覚めさせ、記念侵略者を倒して
对于未来口中所说的7位勇士，大谷回想起此前梦境中变身的4位叔叔，可能就是7勇士的其中4位。随后便拉着未来去寻找4位叔叔。7人の勇者のうちの4人、僕は知っ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。当大谷带着未来见早田进之时，一眼便认出了是自己的哥哥。但身处这个世界的早田进并不认识未来。但往大胆点想的话，按照之前救人的表现，早田进其实知道自己是奥特曼，但故意与未来不相认。随后大谷分别带未来见了朱星团、香秀树以及北斗星司和南希子，但众人都不认识未来。看着未来沮丧的模样，大谷也上前安慰未来还不能放弃。虽然4位叔叔在这个世界不是奥特曼，但他们一直都为着自己的梦想努力，是自己从小就崇拜的英雄。相信总有一天，他们也一定会想起在平行世界中自己也是奥特曼。未来也终于被大谷的一顿肺腑之言重拾了信心。但此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旋风，双头怪兽庞敦王突袭而至。在这个没有奥特曼的世界，怪兽的出现让人类陷入恐慌之中。本物の怪獣はいないはずなの。きっと何者かが呼び寄せたんです。于是未来搓动梦比姆气息，化身成为梦比优斯对战庞敦王。只见庞敦王双头发射火箭，梦比优斯利用屏障纷纷躲过，但刚要冲上前，庞敦王又发射2发射线将梦比优斯击飞。随后胖墩王更是加大火力输出，来不及反应的梦比优斯瞬间被光线死死压制，陷入到苦战当中。而此时庞敦王又将火球射向城市，城市顿时陷入到火海之中。而秋子为了救老人，也被掉落的碎石砸中，生死未卜。梦比优斯见此情景，立刻冲上前阻止庞敦王。此时自己也闪起了红灯，梦比优斯决定速战速决，在无视攻击的情况下，一发梦比姆射线将庞敦王击败。可当他刚放松警惕之时，凭空出现一个玻璃罩将梦比优斯困住。只见一团黑烟从空中盘旋而下，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，原来是曾经团灭奥特兄弟的表面星人。随着玻璃罩的消失，梦比优斯变成了一座铜像伫立在海面上。表面星人再次击败了奥特曼。随后，表面星人再次化作黑烟消失于天空之中。因为秋子被碎石击中，大谷也来到医院探望。这一幕就像杰克奥特曼中香秀树守在重伤的秋子身旁一样。此时香秀树满脸的自责，落寞的大谷来到梦比优斯的铜像前，询问自己该如何拯救世界。伴随着一阵风铃声，眼前出现了那位白衣少女。她告诉大谷，如果大家心中没有了奥特曼，失去梦想的话，全宇宙就会落入黑暗之中。同时告诉大谷赶快回想起来，才是解救世界的唯一方法。站在雨中的大谷沉默了许久，似乎找到了方向。第二天，他试图说服飞鸟去相信在另一世界中是奥特曼的事实，但飞鸟还是认为大谷是在开玩笑。同样的问题，我梦也是给出了无法相信的回答。接着大谷又试图说服丽娜，但丽娜认为大谷还是在说梦话，而且明明是大谷曾经背弃了梦想。曾经的大谷为了成为宇航员拼命努力着，却在梦想快要实现时选择了放弃。为何不敢朝着梦想再踏出那一步？这似乎点醒了大谷，他知道他这次再也不能逃避了。要想拯救世界，他必须努力跨出这一步。而就在这天下午，在暗黑影法师的催动下，直接召唤出了刚力怪兽希尔巴古蒙以及超力怪兽格尔德拉斯瓦，开始对城市大肆进行破坏。即使人类派出了大量战斗机进行打击，但还是被怪兽全部摧毁。身处这个没有奥特曼的世界，人类已经陷入到绝望之中。但此时丽娜前往广播台，通过广播告诉大家，即使现在充满了悲伤和绝望，但不要放弃希望。为了自己守护的人，为了未曾完成的梦想，试着去找回曾经的自己，试着去找回那些被遗忘的东西，以及那个真正的自己。这一席话不仅鼓起了大家的勇气，而且也更加坚定了大谷的信心，并且在3位前辈的鼓励下，回想起儿时对于奥特曼的深信不疑。即使眼前表面星人也再次出现，大谷也奋力跑到最前方。此时他想起了曾经自己和白衣少女的约定。もし本当に世界がピンチになったら、あなたがウルトラマンになって助けに来てくれる？助けに来る。大谷也终于明白，7位勇士的最后一位就是自己。此时此刻，平行世界的另一个自己浮现于脑海，2个自己就在此时融合成了一体。神光棒也出现在了手中。この世界を僕が守る。
这是长野博最后一次饰演大古，也是大古最后一次变身迪迦，但却是大古有史以来喊得最响、最振奋人心的一次。人们看着城市中出现的奥特曼，就像看到了救世主，纷纷为奥特曼加油打气。即使面对前方的3个怪兽，大古也丝毫不退缩，一个飞身向天空飞去，随即一个俯冲后一拳将怪兽击飞。面对2头怪兽的合力攻击，依旧显得游刃有余。但此时表面星人不讲武德，趁机打出一发光线将迪迦击倒在地。此时的迪迦已无法抵挡怪兽的轮番攻击，随后2头怪兽再次发出光线，趁着迪迦被光线击中之际，表面星人放出玻璃罩将迪迦困住，眼看着就要变成青铜像。飞鸟和我梦终于在大古的鼓励下，回想起了在平行世界中自己也曾是奥特曼。随着光芒将2人包裹，手中赫然出现了变身器。随着经典的怒喊变身，戴拿、盖亚同时出现。2人随即将大古解救。此刻，平成3流氓再一次同框战斗，回忆瞬间涌上心头。只见3人1人对付1头怪兽，在平行时空中早已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3人，让此时的战场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，纷纷将怪兽死死压制。此时，戴拿首先发出索尔杰特光线将怪兽击败，同时盖亚也蓄力打出光斧之刃，也将怪兽击败。面对最后的表面星人，在飞鸟和我梦的配合下，大古飞到空中，发出栽佩利鳌光线将表面星人击败。而就当众人以为胜利之时，幕后黑手暗黑银法师终于出动了。随着暗黑银法师念出咒语，已经死亡的各个怪兽的灵魂重新凝聚了起来，一头巨大无比的究极合体怪兽基加奇美拉诞生了。庞大的身躯瞬间将恐惧弥漫至整个城市，随后几发光线便将3奥击落在地。即使大古想要进行反击，还是被无差别射线牢牢压制。但随着人们的加油声愈加强烈，3奥也再次突出重围，飞向空中与基加奇美拉进行近身搏斗。就在此时，4个老流氓也终于站在了一起，往事的战斗画面也再次浮现于脑海。此时变身器也随即出现，为了保护所爱之人，4人纷纷变身。经典的奥特站位再次出现于城市中央，随后4人发射光线将梦比优斯解救。终于有人记起梦比优斯了，随后梦比优斯来到4位哥哥面前。随着昭和5奥飞向战场，此时奥特8勇士终于聚齐，8奥纷纷利用灵活的飞行，来回穿梭于基加奇美拉的周围。随后8奥同时聚集在一起，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。只见基加奇美拉发射破坏光线，准备摧毁地球。光线的超高能量瞬间将湖面染红。8奥见状，同时发射光线打断基加奇美拉的施法，并且同时发出能量罩将湖面保护起来。见状的基加奇美拉发出光线射向8奥，但被8奥的能量罩直接挡下，并且反弹了回去，直接重创了基加奇美拉。眼见不妙的基加奇美拉开始向空中逃跑，但8奥也紧随其后。随后赛文扔出头镖飞向怪兽，7奥也纷纷打出光线，头镖瞬间变成8把攻向怪兽，再次重创了基加奇美拉。紧接着8奥合力打出光线，在一阵耀眼的光波下，基加奇美拉终于被击败。而就当人们以为终于胜利之时，暗黑银法师终于现身了。随着将所有的怨念汇聚在自己身上，刹那间一个庞大的身躯瞬间笼罩了整个港口。随后迪迦也不装了，直接开启了闪耀形态，准备发射在佩利奥光线。其余7奥纷纷响应，竟然同时开启了闪耀形态。8奥一起发射大招，8股光线在空中汇聚在一起，击向暗黑银法师。在暗黑银法师绝望的哀嚎下，终于被消灭殆尽，人类终于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此时太阳也终于升起，朝阳下的8奥成为了永恒的经典。
回归人间体的众人也终于等来了好消息，重伤的秋子苏醒了过来，弥补了香秀树在 TV 中的遗憾，未来也和大谷做了最后的道别，回归了自己的世界。在故事的最后，大谷、飞鸟、我梦纷纷完成了自己的梦想。我梦与藤宫研究出了反重力系统，大谷成为了宇航员。此时他们将乘坐宇宙飞船前往遥远的奥特之星。泽井总监在和大谷做了最后的道别后，随着大谷的一声令下，飞船终于起航了，向着梦想的奥特之星飞去。此时，昭和四奥纷纷驾驶着各自 TV 中的战机紧随其后，为飞船保驾护航。这一幕幕着实将情怀拉满了。而随着本片的落幕，也给昭和、平成系列奥特漫画上了圆满的句号，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全新奥特曼的诞生。